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，非把我叫过来。好久不见啊，许诺。不怎么想念。你怎么脾气那么大呀？30岁不到，天天更年期呀？看来迪欧也不怎么养人嘛。赵总，就凭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，说真的，我要是你，我都不好意思约我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当老板，你只能替别人打工。你是不是闷得慌啊？我妈那广场舞队正缺人呢，要不我给你引荐一荐？儿，算了吧，这样的美差，还是等你退休以后留给自己吧。没什么事，我走了。别着急呀，我真有事儿跟你说。啊，坐。最近新产品研发的事儿，让你很辛苦是吧？我警告你，别打新产品的主意。要不说我怎么喜欢跟你这样的聪明人聊天呢？我就跟你直说吧，我要你带着新产品的配方回来兰州。赵总，我说你是没睡醒还是得了妄想症？咱有病治病行不行？我可以给你找最权威的专家，但你别再耗我时间了，我真得回去工作了。你先看看这个，这事儿都过去3年了，当初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不能再追究我的责任。怎么，你还想拿这个威胁我？哎呀，什么威胁不威胁的，说的我就像一个地痞流氓似的。好歹我也是个生意人，我怎么能干出这么不入流的事情？我是在收拾资料的时候，不经意的看到了这个东西，看在老彭的面子上，想过来给你提个醒儿。这合同里面清清楚楚、白纸黑字的写着，迪欧赔偿兰臻新产品开发所有的损失，而且里面还附加了不追究你责任的条款。所以也就证明了迪欧当年用不正当的手段偷走兰臻配方的这个事实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后面的签字，这后头谁签的字？是林凡代表沈志泽过来签的字。你可以回去问问林大壮。我要是把这个东西往法院一递，再找人炒一炒，制造一点舆论，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让沈志泽把你3年前没坐过的牢给坐回来。可是这上面也清清楚楚地标注着，你不能再追究责任。你要是上诉的话，你自己也会受到牵连。对啊，我还真有点害怕。就算是受牵连，我也是受害方。兰臻当初花了那么大的鲜血，投入那么多的精力，结果呢，全被你们给毁了。你们毁掉的是一个我想要建立化妆品商业帝国的梦想。我等了那么长时间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就算把我自己搭进去，我也要跟沈志泽同归于尽，再让林凡陪葬，让你们整个丢陪葬。这是什么？啊？报应！报应来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事儿出来以后，后来你又留下来，留在了兰臻，又替我工作了3年，也帮我创造了不少的价值。其实我赵天成也不是一个说不讲情义的人，我就给你一个当圣母去拯救他们的机会，带着新产品研发的配方回到兰臻来，这个事情从此以后我就不再追究了。你听好了，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。不过别怪我不给你提这个醒儿，机会
只有这一次。我要是把这个东西往法院一递，制造一点舆论，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让沈志泽把你3年前没坐过的牢给坐回来。我也要跟沈志泽同归于尽，再让林帆陪葬，让你们整个丢陪葬。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机会只有一次。女士你好，请把车窗户摇下来。这个路段不让停车，赶快把车开走。哦，对不起。你有心事？没有啊。赵天成，赵天成他对你怎么了？他把曲弯弯拐走了。你太善良了，你是担心他去了兰真会变成第2个赵天成。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，这是他的决定，我们也不能做什么，对吧？对。你太累了，等过一段时间，事情忙得差不多了，我带你去度个假。
你干嘛心不在焉的，走路都不看路啊？你干嘛呀？吓我一大跳，我还以为变态呢。变态，像我这么帅的变态，就是便宜你了。你找我干嘛呀？哦，这个，我老爹说你最近太忙了，太累了，所以呢，就特意给你煮的补药。帮我谢谢林伯伯。你说这奇不奇怪啊？我说用保温杯就好了，他非要说要用瓦罐装着，说这样的话要保持它的药效，我就一晚上一直把它捂在这个怀里，怕它凉。这么大个活，你说他是不是在耍我呀？林凡，我不知道你对我这么好。你今天怎么有点怪怪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对你好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。如果你觉得这给你带来负担的话，那我改。但这改呢，也是需要时间，还需要过程的。你像你老爹，都说戒烟戒了40年，你看他戒掉了没有？所以啊，你不要想着让我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这个那还需要过程的。我只是觉得，你一直对我那么好，为我付出那么多，可我从来都没有为你做过什么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要是我从来都没有出现在你生命中，那该有多好呀！你记住了，你不需要为我做任何事情。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就是为我做的最好的事。来，赶紧把药拿着，回去趁热喝啊！这个天冷了，会把人冻傻的。走了。指责林凡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对我这么好？咱们这次赢得真是漂亮，一游白忙活了一场，还替咱们做了嫁衣。赵总做生意总是出其不意，他的心思让人猜都猜不到。那是，能成大事的人都这样。赵总 Peter， 怎么了？啊？有什么事儿？赵总，我准备好来蓝针上班了。啊，这卡里50万，够你潇洒了。哎，赵总，怎么了？您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我需要的不是钱，我需要的是一份工作。这钱还不够你花呀，Peter。说句老实话，像你这种吃里扒外、见利忘义的人，你说我怎么能让你到我的公司来？换个角度，你是老板，你会用我这样的人吗？会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耍我啊 ，Peter， 说句老实话，我现在给了你50万，那是因为我赵天成讲义气，换别人肯定一个子儿都不会给。Peter， 我告诉你一个职场的规矩，如果你想跟定一个老板，必须一跟到底，2个字，忠诚。你出卖你的老板，把他的东西给我，我哪知道有一天会不会出卖我，把我的东西再给别人呢？赵天成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你做了多少事儿，你心里清楚。你现在想把我一脚踢开，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。你答应过我让我当总经理，你必须实现你的承诺。有白纸黑字吗？你有证据吗？谁证明？谁证明？我。怎么着？你想打我呀？你冲这儿来，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赵总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这一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一尊大佛，另谋高就。
敲半天门没人应，我以为办公室没人呢。你进我屋，你还学会敲门了，真不容易。以前是不能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万一你要是跟沈总在办公室，想什么呢？怎么了？在办公室里面谈工作，思想太肮脏。哎呀，看你这脸色不太好啊，是不是昨天晚上跟沈总聊工作聊了一宿啊？谁思想肮脏啊？好了，不贫了，走，吃饭去。你去吧，我不饿。别呀，你就是当个女强人也得该加油加油啊！赶紧吃饭去，快。说真的，我手头上还有工作呢，我得整理文件。你跟小吉去吧，我整理完文件我再去。有事儿瞒着我？什么呀？怎么可能？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要有事情瞒着我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说真的，真的没有，你想多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反正我也知道。你知道了？你跟沈总约好了去吃大餐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跟我说的？这都被你知道了？当然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也算个是留半仙儿，好吧？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，下次我也要狠狠的宰他一顿。你忙吧。徐总， Peter，您有时间吗？徐总，我今天来是跟您告别的，我要离开上海了，回老家。在这个城市呢，我没有什么朋友，称得上朋友的基本都在迪欧。不过我估计他们现在也都不愿意见我，包括楠姐，她认为于总被流放，我有很大的责任。你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我要走就走，干嘛来跟您告别呢？我并不觉得奇怪，我反而觉得挺高兴的。或许我们谈不上是朋友，但即便是敌人，在离开的时候对对方能有一丝留念，也挺让人开心的。谢谢徐总。我大学毕业就来到这个城市，我在这里奋斗、升职、交女朋友，可以说我的青春都在这个城市。我看着迪欧变大、变强，又变弱，当然这中间我有很大的责任。我也同样看着自己一步错、步步错，但是回不了头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特别正式的跟您说一声，对不起。其实我离开迪欧以后挺惨的，我的名声在业内已经传开了，没有公司敢用我。我的积蓄呢也都花得差不多了，但是我还一直提醒自己，我没错。在职场上打拼，如果没有这种是非置之度外、一心只想成功的意识，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成功呢？但是，无论我怎么安慰自己、劝自己，我心里都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：这是真的吗？如果不是我的错，那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呢？终于有一天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可以骗得了全世界，但是我骗不了我自己。我能够明白你现在内心的煎熬，但其实你现在明白过来，还不算晚。不一样了，徐总，还有最后一件事儿，是个不情之请。你说。
麻烦您多关照一下悠悠。这么多年我做了不少错事儿，但是让我一直觉得欣慰和不后悔的就是他没有趟到这滩浑水。虽然我做的远远不够好，没有给他想要的生活，但是我尽力了。其实你们的事情，在你离开之后，我听大家讨论过一些。哪怕你为他做了那么多，最终你们还是没能在一起，你不后悔吗？不后悔。其实悠悠不是你们看的表面那样了，她真的很好，她只是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。她离开我呢，她会更快乐、更幸福。我觉得，就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事情，因为我真的很爱她。这样眼里，还有谁习惯把照片依旧唤醒？怎么这一切我都是会渡过泪窗，留下了叹息，不信这爱恋的风景。我就怕我以后不在上海了，他能不能好好照顾自己？我知道我这也都是瞎操心，但是还是希望徐总能答应。我答应你。谢谢徐总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以后欢迎徐总来我的老家玩。我一定去。哦，对了，你一定多提防赵天成，他一心想要拿到迪欧新产品的配方，多加小心。我知道了，一路顺风。保重。这才是硬道理，不是证明自己无能为力。我不承认你们多精彩，故事结尾也是种彩蛋。就像你离开我这么简单，那感情不当回事看待。越是过分溺爱，空谈未来，那是填补空虚的心态。早该明白醒过来，在情爱中谈不来，放就放开，就放给自己一条活路来，痛就痛快，痛到最深处反而更豪迈。不要这样去啊，买咖啡吗？有吧。眼睛怎么那么红啊？隐形眼镜有谁干？小雨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也会拼了命的想要守护他。儿子啊，哎呀，记住啊，这个箱子啊，在送检的时候只能跟少部分人接触，啊，来。哎呦，至于吗？也就是你把它当宝贝。你看你就不懂了，当年你爷爷开药方的时候，掉了地上那一点药渣，他都要捡起来。
以现在来说嘛，那就是叫商业机密。知道了，谁要是来抢它，魔来杀魔，佛来挡佛，就算我亲爹来要，我也不给。你这说得好，哎，不对，这都是我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不能？哎，我打个比方嘛。行了，那我走了，你自己照顾好身体啊。老是让我养生，你自己一忙起来几点几夜不睡觉的。到时候就算这玩意儿值10几个亿，把你累没了，我要这些钱有什么用啊？连跟我斗嘴的人都没有。儿子啊，不瞒你说，你说这个话，老爸爱听。嘿嘿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你放心，这个等这个产品生产的时候啊，我呢天天躺在床上睡觉。行，为了林老爷子龙体，小儿我先出发了，拜拜。我送。哎呀！怎么样？最新样品取回来了，我马上去送检，下面就差个体测试了。送检的时候一定要谨慎。我办事你放心，我爸都跟我叮嘱800遍了，我跟我妥妥的。还是我去吧。啊？你去，我可不放心。万一在路上被哪个小姑娘用美人计拐走了，林伯伯要气吐血了吧？哎，你们这可是赤裸裸的偏见啊！我有那么不靠谱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有姑娘拦，我也是先把正事给办了再说，好吗？所以啊，那就不能耽误你，还是我去吧。哎，我去了。我去，你订商标的事情。商标已经送去了，这2天就有答案了。那个体测试呢？个体测试。行了，明白了，就让他去吧，你就负责个体测试。哦。我知道很多事情你都想亲力亲为，但是你要注意身体，不要太累了。送检的时候一定要谨慎，到了之后给我打个电话。那我走了。我说老大，你哥们儿还在这儿呢，你就对姑娘那么的腻歪？哎，你兄弟我也很累，我也很需要休息的，好吗？怎么了？海邦本草的商标申请被打回来了。为什么？重名了吗？不知道啊，之前我们预申请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啊。还是有可能的。预申请跟正式申请中间有段时间差，可能是这段时间出了问题。太倒霉了，这个名字不能用，还得重新想。我刚才给我爸打了个电话，被他骂了一顿，他就认成这个名字了，换什么都不好使。当然了，这是伯父跟许诺好不容易想出来的。哎，许诺回来没？没有，他说送检完了之后要去研发中心亲自盯着个体测试。
好了，尝尝吧，这是我特别为你制作的许氏热狗。这是这么久以来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相信你，保护你。只要我们彼此相信，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克服。他差不多应该今天就回来了吧？哎，最近他挺辛苦的，你是不是应该请吃一顿好的？我最近特别想吃德国菜。这什么逻辑啊？我应该请他吃一顿好的，跟你喜欢吃德国菜有什么关系？许诺喜欢吃火锅。耶！还有啊，商标的事先别告诉他吧，他最近已经够辛苦了。如果再告诉他这件事情，他又要开始焦虑，忙着想对策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那我让策划部的同事再去想一想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在网络上搞一个有奖征集。别小看现在网友们的智慧，可是无穷大的，到时候一定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名字来。到那个时候再跟许诺说，可能对他打击会小一点。那就这样吧。美女，既然这酒吧叫随心所欲，那我就随心所欲的敬你一杯。美女，想什么呢？你有病吧？你再说一遍。你你说什么呢？你好好说啊！想占姐姐便宜是不是？啊！我告诉你，随心所欲，你以为那么容易呢？人生要真的那么容易，这世界就乱套了，懂不懂啊你？啊？什么人生啊？你以为命运掌握在你手里？你错了。怎么了？没接电话。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他难道还在研发中心忙着呢？我出去给那边打个电话。要唱一首吗？什么情况？唱一首，来一个。行啊，来唱一首啊！要跳啊！我想和你私奔，奔向最遥远城镇，想和你私奔，去做最幸福的人。研发中心的人说，许诺没有拿样品过去检测。什么？许诺没在啊？他该不会出事了吧？为了
也不在公司，也不在公寓。你说他也不在研发中心，那他去哪儿呢？喂，许诺，你好，这里是随心所欲酒吧。这个手机的女主人在这儿喝醉了。你们酒吧在哪里？酒吧。他今天没有带样品去做检测，还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疲惫不堪的样子。你好好照顾他，我先撤了。给你熬了粥在餐桌上，记得吃一点。你昨天醉得太厉害了，养养胃。要是太累，就在家休息，不用来公司了。许诺，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不让你受伤。知策，对不起，我要让你失望了，原谅我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哎呀，汉方本草这名字多好啊，怎么就不能用呢？哎，你也别想那个了，那既然已经用了，咱们赶紧想一个好的吧。汉方本草。要么改成古方，古方跟汉方一个意思。哦，跟卖假药似的。嗯，它古方，有点入土为安的意思。要么本草、百草改成汉方百草，怎么样？商标注册相似度不能超过50%，你改了一个字，还有75%是重的。哦，再想个别的吧。而且这个系列是林凡他父亲是以宫廷秘方这个是为基础的，所以咱们的名字还得跟宫廷有关。宫廷御医，御医堂怎么样？还是像药店的名字啊？要不然御医堂后面加个本草会，御医堂本草会，御医堂百草会。哎，这个挺好的，还可以啊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快你们快看那个蓝镇的官网！
看到过没？气死我了！我要准备律师函，我要把兰芝告破产了。但是兰真抢注了汉方本草的商标，这是既成的事实。是，他们抢我们商标也就算了，是吧？啊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研究出了新配方啊，什么宫廷汉方独家秘方，这不摆明了针对我们吗？还有你看最后那几行啊，这不是给许诺泼脏水吗？职场女神高调回归，独具慧眼，认准了兰真的潜力，哎，他怎么什么都敢写啊？我说你倒说句话呢！这事不知道许诺知道没？我先去找他，我得稳住他。以他的个性，如果知道的话，肯定得跟老赵拼命。不会吧？感觉就是在造谣。我觉得不可能啊。我也觉得不可能的。学长，学长。许诺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赵是疯了吗？搞这么大阵仗？你说吧，你要怎么还击？我来帮你搞定。敢这么造谣欺负我们迪欧没人啊！网上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是来办理离职手续的，马上就要回兰州。在迪欧的这段时间，我过得很开心，感谢各位同仁的关照。沈总，许诺，你刚刚在楼下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辞职去兰真？你还在跟我开玩笑呢吧？怎么了？我不能辞职吗？我欠了卖身契的。别闹了好吗？发生什么了？为什么要辞职？难道兰真官网上面说的都是真的？那些样品我没有拿去送检，而是直接拿给了赵天成。你说什么？我完全想不到有什么理由你可以这么做。赵天成对你做了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赵总对我很好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？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？你疯了吗？许诺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谢谢沈总这段时间对我的关照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来迪欧前对你说过的话？当时我就嘱咐过你，对我来迪欧的理由要保持好奇心，不要有大跌眼镜的一天。看来沈总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。等等，你叫我相信你，我做到了，所以我现在相信你是在开玩笑的，你是在逗我们玩吧？我来迪欧之前还真没有想到，伟大的沈总还有这样一面。不管我说的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发过誓，当年被你毁掉的滋味，我要让你亲自尝尝；当年被你害得失去的一切，我要一样一样的拿回来。现在我做到了，谢谢你搭台，让我来迪欧，我玩得很开心，我要回去了。玩？你来迪欧是玩的？许诺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这个我以后会跟你解释。哎，
徐脑，我不相信你是因为3年前的事情在报复弟我。信不信由你。你就算是用计，不能挑这个时候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和法方的关系很紧迫吗？林凡，有这个时间跟我啰嗦，你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危机公关。你先出去，我有话跟他说。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沈总，真的还是假的？难道你自己没有判断力吗？难道我现在推翻我刚才说的话你就信了吗？别幼稚了好吗？我相信你，我可以当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从你进迪欧第一天开始，就处心积虑想要拿回你所失去的一切，没有问题。可是我们的感情呢？也是你设计的。你不会天真到以为我真的爱你吧？你听好了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对你从来就没有动过真心。不相信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买来送给3岁孩子的吗？相信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看清楚了吗？信了没有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早就受够了，你不过只是会躲在镜子后面窥视的男人。可笑的是，你看了这么久，还是没有看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，竟然以为我会爱你。行动！现在信了吧？我会努力让你看到，我有能力，也有资格和你一起把迪欧越做越好。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碰到的男人都是人渣。我也是恩怨分明的人，我的名字叫许诺，是一诺千金的诺，不是唯唯诺诺的诺。上家。上家。上家。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你要苦衷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你的本意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的本意。我也到了该回兰芝的时候了。你到底怎么想的你啊？我们好不容易在迪欧创出这么多业绩，你现在突然间说走就走，你有没有想过沈志泽？
的衣服都已经选好了，你现在跟我来这出吗？你现在跟我也没什么可说的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我一开始来迪欧就是个错误，现在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。之前是我糊涂，现在不是你糊涂，是我糊涂，而且我不止糊涂，我是脑子里面进水了，才让你这样耍得团团转。刘瑞，你别这样，这是你的选择，我管不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这中间到底耍的是什么把戏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后悔了，你别哭着来找我。刘瑞，我们还能做好朋友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在这儿都坐了一晚上了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哎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好歹说一声呢。现在整个公司，甚至到整个行业内，全都震惊了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我知道你烦，你难受，我也一样。我也没有想到许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可是总觉得哪里有问题，不应该这样的。好，你不愿意说也可以。你从中午到现在什么都没吃，走，走，下面给你吃。志泽，我听到公司出事了，就从意大利赶回来。你不要担心，我会陪着你。我会帮你想办法。我看到你难过，我比你更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明天我去搞定法方，跟他们解释清楚，稳定他们，然后再搞定研发项目。谢谢。我一定会让许诺付出代价的。帮我打卡。徐总，我来上班，谢谢。上班？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许诺，徐总，他怎么回来了呀？是吧？不知道，真是。弯弯，曲弯弯。曲经理，你在这里迎接我呀？来欢迎一下新同事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旧同事更合适吧？都好。职场自古以来都是一代新人换旧人，只要曲经理叫着顺口，怎么着都行。徐总监，你还是这么会说话。记得我刚离开迪欧的时候，你曾经劝我要好好走自己的路，不要再让别人利用。徐总的话，我可是时时刻刻的记在心里。不过我的话，你好像当耳边风了。是啊，我脑容量太小了，无关紧要的事情和话听过就忘了。那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也许有一天你也会走我这条路。
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许诺说了算。我马上就要被升为副总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直属下级。想想你堂堂的许诺，马上也要常常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，我这心里啊，还真是有点小激动呢。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你在后悔当初帮了我那么多，觉得我忘恩负义？我随便你怎么想。自从我进了蓝针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为自己活。我再也不用看你们的眼色过日子了。曲总啊，其实你开心就好。别说，我还真的很想尝一尝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。毕竟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，不如曲总你经验丰富。许诺你。来，坐。你赢了，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什么叫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呀？这些东西原本就是我的，这叫物归原主。物归原主，对，我在你眼里不过是个物件罢了。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再怎么拼命，都只是你和迪欧之间的一枚棋子。老赵，我特别想问问你，你看中的真的是我这个人吗？当然，不是，你这是老板心态，你只不过把每个员工都当成了你的私有物品。当初我辞职伤了你的自尊，让你觉得你的领土受到了侵犯。但是现在东西我都给你拿回来了，人也站在你面前了，你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？许诺，你可以说我是一个狡诈的商人，你可以说我说话不算话，但是我对你，我从来都会兑现我的承诺。资料在电脑里头。好了，这下你心里踏实了，可以安安心心上班了吧？嗯。我已经打过卡了，许诺的名字又重新出现在了蓝针，但我没有办法好好工作。你当我辞职也好，休假也罢，反正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一切。我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。许诺，许诺，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可造之才，你今后能够成大器，但是你的骨子里还是一个小女人，你缺乏一个狠劲儿，我很不认同你这种心态。但是这一次，我理解你。